大家好，我是亚当。在2023年，我个人认为狂潮这一个系列是我们国产篮球鞋当中最成功的一个系列。3个版本，狂潮5、狂潮5 V2、狂潮5 Pro， 3双鞋我都买了，也都出了体验的视频。如果你还没看过，可以去看一看。他们3个鞋款，不管是哪一款都非常能打，这个就让我非常期待今年新一代狂潮的推出。大家也都知道，这一双狂潮6是由安踏自己的设计师团队设计的开忘、减配演化出来的一个鞋款，后续的狂潮6 Pro 则是原来有机会成为欧文1代的那一双鞋，那一双鞋我也同样非常期待。OK， 那我们回到这一双普通版的狂潮6上来，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在350克左右，非常轻质，并且整体的重量分配比较的均匀，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同样十分轻质，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至于它的实战体验，今天我们从下往上来聊一下这一双鞋。它的大地表现非常出色，这种斜着放的人字纹抓地非常好，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方向的抓地，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并且纹路之间的空隙控制的也比较合适，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但是这一次的狂潮在耐磨方面我不是特别的看好，纹路偏浅，粗度也比较一般，并且跟之前的锋芒1代一样，都没有使用水泥克星的大底，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好在它所使用的这一款橡胶的硬度还算不错，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0左右，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没什么问题。不过水泥地，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的，好吧？在中底方面，它的脚感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确实略微有一些偏硬，初上脚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出来这一双鞋中底居然会有全掌的氮气，但是在磨合个2场球左右的时间之后，它的中底会稍微变得柔软一些，绝对不至于板砖。而造成它中底脚感偏差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中底部密度确实太高了，几乎隔绝掉了绝大多数来自中底材料的脚感，再配上它这一副巨薄的鞋垫，就光这一些东西谁要说它这一双鞋是脚感是好的，我立马就是打开反诈 APP。当然，如果你想要舒适一些的脚感，又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进行磨合，你可以给它更换一副普通的奥斯莱的鞋垫，效果立竿见影，它的脚感立马就会有所提升，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而它这样的中底设计确实让它损失掉了一些脚感，但是同时不管是反应性还是缓震极限，都因为它这样的设计而得到了提升。在发力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反应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而且中底的厚度相比之前的锋芒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还算是比较贴地的。场地感表现也非常不错，跟狂潮5差别不大，甚至在缓震方面，反倒这一双脚感较差的狂潮6会比狂潮5要更好一些。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在大力制动的时候，脚底下的震感也能被中底很好的过滤掉，非常棒。而且它的中底过渡做的也特别的流畅，不管是在正常的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脚底下力的传导都特别的丝滑，特别顺。中底的刚性跟之前的锋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在保证有够用的强度同时，几乎没有什么驾驭门槛，并且它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硬度更高一些的中底材料，让它在稳定性方面会比锋芒要好很多。它的中底表现整体来说跟上一代的狂潮5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场地感出色，反应性优秀，缓震极限更高一些，但是脚感会比狂潮5稍差一些。而最终会影响到你是否会去购买它的最主要因素，除了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它偏差的脚感之外，还有就是你是否能够适应它的鞋面。它的鞋面由大量的 mono 纱加上纱线和热熔丝编织而成，里面的内衬材料硬度很高，形变空间很小。虽然前掌的鞋面依旧偏软，但是强度绝对足够。它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处加了一些热熔材料进行补强，并且侧面这一个被称为香肠嘴的橡胶侧墙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它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大面积的网纱鞋面还让它有着一个比较不错的透气性表现，在夏天穿也不会觉得太闷。至于它的鞋楦跟之前的锋芒一样，宽度适中，可以适配大部分的脚型，尺码也不偏，大家可以按照正常的尺码选择即可。但是它的包裹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它的
包裹差，也不是说锁定有问题，恰恰相反，它的包裹以及它的锁定都非常的出色。系紧鞋带之后，双脚会被鞋面牢牢的包裹住，非常的紧致。但是由于它使用了大量的动态鞋带孔，并且这些动态鞋带孔延伸至下方的绑带都比较偏细，在拉紧鞋带之后，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包裹非常的生硬。当我们拉紧鞋带之后，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偏细的布条会非常生硬的把我们的双脚给包裹住，在内外侧的足弓处都会有那种被几根布条强行抬起勒住的感觉。初上脚啊，大家一定还觉得很爽，足弓支撑给的很足，但是稍微穿一段时间之后，足弓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酸痛感，非常的难受。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说，只要稍微系松一点不就行了吗？确实啊，系松一点之后，这种足弓处的压迫感会减轻非常多，但是与此同时，它的整体锁定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在做一些变向动作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脚踝处的鞋面会出现大量的空隙，整双鞋的鞋脚一体性会瞬间崩塌。那我们把中间的这几对鞋带孔稍微系松一点，把最后的鞋带孔系紧一点，行不行呢？这是这几种方案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系带系统在绑缚效果上实在是太好了。只要你拉紧最上面的2对鞋带孔，它下面的几对鞋带孔都会随之变紧。如果是一双包裹舒适的篮球鞋啊，那配上这样的系带系统，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加分项。但是放在这一双鞋身上，这反倒会成为我们在调节包裹时的一个大难题。你拉紧后面的鞋带，整双鞋的鞋带都会被拉紧，就会出现动态鞋带勒足弓的这一个问题。而我们系得不紧的时候，它的鞋脚一体性又会有大幅的下降，真的太难了。那在我这一段时间的尝试和研究下来，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第一种就是换掉它原来这一副纸片鞋垫，换上在足弓处有硬质材料的鞋垫，减轻球鞋给足弓带来的压力，同时也能提升一定的脚感。但是这样做啊，就意味着会丧失掉一定的场地感，这就要看大家鱼和熊掌到底要哪一个了，必须得做出取舍。还有一种就是打脚，而且不能使用弹性绷带，只能用皮肤膜加白贴布的这一个组合，因为这种组合相对其他的打脚方式来说啊，硬度会更高一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它的动态鞋带孔给足弓带来的压力。但是每一次穿这一双鞋都要去打一下脚，麻烦不说啊，还增加了打球的成本。我个人还是更加推荐第一种办法。狂潮6这一双鞋延续了上一代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依旧是一双非常适合爱突破的球员去进行选择的篮球鞋。但是它包裹方面的这个问题真的不算小，想要在它身上得到出色的鞋脚一体性，并且还要保证包裹的舒适度，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后续会有 V2 版本推出，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把这些动态鞋带孔做成一片式的，不要做成这种单独分离的布条，让它对于双脚包裹的力度啊，能够更加均衡的分散到我们双脚的其他部位上，这样一定能提升它的包裹舒适度。希望安踏可以看到，也希望后续的狂潮6 Pro 或者是 V2 版本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出针对性的改进。这一双狂潮6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在座的兄弟们去进行选择，它确实啊有着出色的实战体验，但是它包裹方面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它就不值得我们去购买。转发给你身边有想要购买狂潮6的朋友们，希望这一期视频能够对他们，或者是对所有正在屏幕前观看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兄弟们有所帮助，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我，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